大家好，我是波爸。我们接到消息，知道今年居然有台湾繁殖的超级稀有的宝宝诞生，所以我们决定马上出发前往拍摄。终于可以把我们缺少的那片拼图完成了。没错，就是台湾可以合法饲养的五种猛禽中，我们去年唯一没有拍到的苍鹰宝宝啦。不过由于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开车北上，我们是搭车上去的，所以波波就留在高雄顾家啦。我们去就回。影片开始前，还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说，台湾有开放5种猛禽可以饲养，不过也必须要有合法的来源证明才可以饲养哦。台湾野生猛禽不可以饲养，不可以饲养，不可以饲养。3天大的苍宝宝，然后这边最大的也才几天啊？9天。最大的也才9天。OK。好可爱哦。去看他们的脸，很好笑，就是很不一样，有没有？你相信吗？到截至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在笼舍里面，不是我的，我说在外面有人把苍蝇的种队还在繁殖的，还是有好几个。哦，还有很多，还是有很多个。但是为什么那么难？不是人家不用心，是真的不好做，是真的不容易。它有一定的门槛，对，而且技术成分啊，都要恰到好处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要全部都到，你才会有可能会侥幸的成功。就像你刚刚看的那排版，每天看会心痛。为什么放在上面？就是我一直是提醒自己一定要成功，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而且很多人都以为，就是哈里斯就是这样嘛，因为它本来就好繁殖，就是公的母的，你有大的环境跟营养够，它就在那生。你把苍蝇试试看，你就这么一样的，对，要么打死，要么不可能生。外面的这层毛，哈里斯是灰色，哈里斯是灰橘色，就有点咖啡的。你注意看它们是全白，只要是全白一定是苍蝇，就是它身上的这个绒毛，对，一定全白。啊，外面刚好有一只哈里斯长比较大一点点，那只你注意看它的毛就是嘎逼的不嘎。刚刚那个传出来我靠讲了，吃饭了，他们吃饭了。你看，都夹，我要吃饭。你看，我要吃饭。期待。吃饭了。这个阶段的还不太会吃，还不太会自己吃。就是我所以自己吃，就是你放着给他，他没办法自己吃饭。就是他没办法自己吃，一定要用手喂他。对，没要回来了，原来是幌子。啊，然后这种很好笑哦。通常单独的鸟，我一直认为不好喂。你要越多只的时候啊，因为你的小丘家，他们的食量就会大增。你不要吃那么，还没消化。还要。他最激动，但是他这个对他来讲太大了。好了，这是小鸡哦，这只是小鸡而已，但是一定要剪到连软骨都要剪碎，因为它有的是没办法消化的，像这一块，把它剪到像你一样。你看，这个就是软骨，这个是没办法消化的，这太大块对它来讲会塞住它的那个肠子，不是噎到噎灯啊，对，有譬如说它没办法消化的时候。它也是有机会吐出来，但是你为了减少这个风险，就是剪碎就好了。你懂吗？所以像这野外，他们也会把这骨头都丢掉？不会，它只会撕肉给它吃。哦，就是只有喂肉。对，它一拌起来东西扒呢。妈妈很聪明的，然后再来，他们有一个机制，你注意看哦，它吃到丁丁啊，呸，那就丢外面。真的，它也给它退掉。啊，这个没有。
它只要吃到有一点硬硬的啊，有人捅到喉咙了，很激动。对呀，激动，我们有的是，有没有看到？呸，有。他不要，呸，就是有骨头啊，他就觉得顶的啦，来了，硬的，有没有？呸，不要了，不要把它甩掉。通常这个时候妈妈就会把它拿掉，对，把它拿掉。很聪明，他自己知道说那个不能吃，你看骨头硬的，这个比较软的也可以，那是小朋友吃。小时候的阶段呢，就是在野外啦，他们一定就是妈妈打猎就吃，就是有东西就一直捕，会捕到连整个巢里面都是那种尸体啊，有的没有，对，都是呈现很多尸体。你要来吗？可以。可以啊，你喂啊，你小只的你喂这里，好。对你小只的就是喂这一边的就好，大只的就比较无所谓。然后你别这里，没关系。苍蝇奶爸初体验。小不点，哎，睡着了吗？小不点。要吃点。然后天气越热，它们的胃口就会越差。就跟成鸟其实也是这样。是的，就是它会觉得去肉啊，你怎么不吃？吃那里。开心是这样。这么可爱的吗？这么可爱吗？哦。他不要了。吃到脸上了啦！我忘记掉。哎呀，等一下，你不要动。好，掉了。很酷哎。这样收音没关系吧？没关系。哦。狗通常都会让它跟他们一起认识。林哥，你来喂，你比较专业。我有画面就好了。很紧张。不要很紧张。没啦，那可以跟没得啊。他只要吃到，通常啊，就是我会拿给他。不要了，他们都不要了，就下课，我要吃，就下课了，就不给他吃了。因为你强迫他吃也没意义啊。就反而是待会过5分钟、10分钟再来喂他吃，这样还比较有用。会，那个就是有骨头，它才会一定有骨头，它才会叫会。你看到这就是很热，它才会这样。很喘。苍蝇是不是相对算是比较怕热的一种？对，但是这个东西都可以由后天去改变。就像现在这样，它从小就一直惯一点。对，热对他来讲就不会那么可怕。应该有30度，所以它才会这样。这只小只，你知道在保温箱里面的温度还要36。哦。它等一下睡一睡，你看它就会开始会冷，会抖，很好笑。反而大的比较不会，开始理毛，就有比较舒服，就会这样。好，那像苍蝇它们大概要到几天才会开始慢慢长芽成的那种羽管，大概18天、19天左右，18到19天才会长一点点。但它发出来之后，它长出来又很慢，就是可能还要在20多天才会再长，一点一点慢慢推出来。苍蝇最好看的是到它亚成在20几天的时候，它的眼睛会变得蓝色，会变成那种水蓝色，很漂亮。我很喜欢那个蓝色。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现在有一点点。它的眼睛是蓝色的，然后到成鸟就变黄色的。哎，对，这个虹膜就开始变黄。
蓝会转褐，褐才会转黄。那有些为什么是红？那是品种不一样。德国苍鹰跟北美苍鹰，他们都是血红色眼睛。我楼下有，我有贴出来过，就是整个把球都要昂给你，这那只是什么苍啊？那只是下面的德国苍，里面就有它的小孩。苍鹰算是物种里面我最不熟的。没关系，你问。就是像苍鹰它们这些亚种主要差在，就差别差在哪里？国家地理、地域性不一样。就是以外观来说，外观来讲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在他们的学名来讲，就叫做 Accipiter。阿东吗？对，就是阿东。叫做 Accipiter gentis。但是每一个国家，就算那个北美苍鹰、大陆苍鹰、芬兰苍鹰、捷克苍鹰、德国苍鹰，全部都这样。然后那个白苍后面还会再多一个 albides， 就是多一个那个剑鼻纲目科属种，然后不一样的亚种，所以它白苍本身是一个亚种。对，我以为白苍是慢慢混出来的。没有，它本身就是它一样是这个学名，一样是 Accipiter gentis， 后面就一个叫它的亚种不一样的。有没有回学校上课的感觉？这就是白苍，这是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种出来的，然后再来慢慢一直往南移，然后一直驯化，然后就可以比较耐热。了解，所以体型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差别，这其实都大，他们比较白苍特别。白苍的体型比一般的苍鹰要来得大，但里面人家讲的，电视上面之前我有讲过这个。芬兰苍。对，这种苍鹰的那个体型是里面算是比较中大型的。对，平均来讲，相对来说平均比较它的体大型是比较大，大概母的在74，然后公的大概在900左右吧，没记错的话。那一般其他平常比较常见的苍鹰大概体重是多少？因为我不太知道。苍鹰吗？对，像刚刚讲的德国苍鹰这种苍鹰的话，它的公的大概是在650克左右，母的大概在950左右，它比较小型。这种苍鹰是我看过里面那个大陆的苍鹰比较帅，就是我说中国内地的这一种算是里面的苍鹰算是中小型算是比较细给的，就是看起来就跟哈里斯差不多了。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红色的眼睛。眼睛就真的特别漂亮，真的很漂亮，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佐助写轮眼就是这种。刚开始看到，因为台湾掉掉了。洗掉。他嘴巴也开着。他嘴巴也开。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这里面是苍蝇的精子。那个很好奇的东西，我想问敏哥，这只是什么？超大只的人头有没有？这个叫做pipette，叫做 pipette， 英文还是英文？啊，它叫做中文叫做微量滴管。微量滴管，我们应该都有用过那个滴管，对不对？就是小朋友喝药的那种
软头对滴管，这是就是实验室在用的。里面呢，刚刚就是已经稀释过，这样看得到吗？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这里面是苍蝇的精子，很珍贵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放在那个显微镜下面看，说它的活力到底好还不好。这是稀释过的，这已经是稀释到头，你们刚刚有看到，稀释到很少。就是你放一个盖玻片上去，把它盖起来。东西越新鲜越好，相对它的活力一定是最好。对，所以通常不太会超过48到72小时，只要采下来就能用就赶快用掉。那像稀释不会影响成功率？会，多少都会。可是你相对的，比如说你去做稀释的话，你是不是正常是1打1？当你今天1打3的时候，比1打1的几率高。对，所以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做稀释。这每一个都是一只苍蝇。但你看嘛，这一小滴水里面，你要的只有1只。对，就是要真的游进去的只有1只。只有1只成功的。真正的小苍蝇。真的超级小苍蝇。每次都要检查一下，因为检查你才会知道说你打进去到底是对，要不然然后你还要自己做记录，说你什么时候打的，然后打了什么东西，然后哪一只的打哪一只，才会知道说爸爸妈妈是谁。我老表不像。再看一下分的是公母，这样分的是公母，看不出来。来，人的那个人的染色，对，很好，人的染色体是 XY，对，是由男生的 XY 下去做决定，对，好。鸟完全相反，鸟的话它是ZZZW， 公的是 ZZ， 所以母的卵泡来决定它是公的还是母的，所以它们是由母的来决定性别，然后这个没有公的，只是大小只不一样。你要游进去1只，它就可以受精就会那个。OK。这个是心跳仪，国外进的，这没什么，网络上都找得到，就巴黎，它就是可以测鸟蛋的心跳。就有没有说有没有成功？对，但是它因为过于精密，上次有个朋友就是直接拿一支笔，然后放下去，结果他就哇塞，没有心跳。其实不是啊，那是因为它可能是桌子震动，对，或者是东西放上去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比如说东西放下去像水的涟漪一样，你放下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震动这样。这个是4月5号，上个月4月5号，现在是5月多了，它快出来，它大概是32天左右会出来。然后我们再先把它放进去，稍微放进去，轻轻的放，对，放平的，然后打开按钮，你就会看到上面会有心跳。当然我不想要看到它一直线，一直线就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再见，别吓我们。不会，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鸟它也是在里面在翻身还是什么，所以它有的时候会测不到直接的心跳，可能是背后挡住了这样。但是你注意看，它其实是正常。如果是没有受精的蛋，我等下再测试一个，就有一个那个对比，你看它是不是一直有一只，但是它不会完整的，不是固定的那个，因为它可能在测的那3只脚刚好对到它的大腿，对到它的脖子，或者是对到哪个部位，所以它没有直接的心跳传过去。所以你只要稍微再调整一下蛋的位置还是什么，这样子表示在里面一定是有东西在震动，有没有？干什么？你怎么了？啊，你看又跳了，有没有？它心跳出来了，有没有看到？218。好，我们关掉啊，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拿上面坏掉的，这个已经是没在孵的蛋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拿一个。这个是4月15号，4月15号的，这个是应该是没有受精的蛋，放进去你就知道了。我随便放一个角度低一点，你看，最讨厌看到的停下来。好，我刚刚就说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振幅，就是你刚放进去。那如果现在跳起来就是好笑了，这代表已经坏了。对，你看它就是一直维持，就像我们心跳一样。就没有了，表示就是再见。你把它放在塑胶袋里面，而且把它放在一个温水里面放进去，它是不是会浮起来？然后它的浮起来的同时，它会有一个轻微的震幅，你会看到水面上面会有一个波纹，看起来框在档期。
啊不，我们那是以前的人的科技累积的结果，我们不能笑人家，对不起。但是没有他们这样，就不会有这个技术出现。对，就真的很不容易。对，他就是一步一步，可能是从水，然后简单的一个实验，然后再来创造出这个心跳仪的一个机器出来，方便。我是第一次看到。对啊，看起来很好吃。干嘛？你对他食物有兴趣？太可爱了吧！没变，宝宝终究是宝宝。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喜欢波波以及对各式各样的猛禽有兴趣的朋友，更要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粉丝专页，上面会有我们最日常的样子。欢迎常来找我们聊天，都会有我跟波妞亲自回复哦。大家下次见啦！